现在两国饲养员都在为宝家的幸福生活而共同努力着。虽然福宝一家分隔两地，生活各不相同，但他们彼此都很幸福。福宝这里每天有着吃不完的大竹笋和奶爸每天现采的竹子，而瑞宝、辉宝这里虽然没有姐姐这里物资丰富，但是两个爷爷给姐妹俩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寄托，也让姐妹俩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虽然韩国的竹笋不能在每个季节里都吃到，但爷爷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弥补这一不足，会在竹笋富足时囤一些竹笋，确保在竹笋稀缺的季节时，宝家依旧能吃到竹笋。今天不仅在福宝这里看到了徐奶爸给福宝送大竹笋以及给福宝按摩的样子，还在瑞宝和辉宝这里看到了同样的画面。江爷爷今天在爱宝去室外玩耍时，来到了园区，先是给爱宝收拾了一下刚才产的青团以及吃剩的竹子，之后江爷爷放下工具，再次返回园区，给瑞宝和辉宝带来了2根大竹笋。江爷爷先是递给了此时正在树上趴着的辉宝1根，看到辉宝如此的乖巧，江爷爷忍不住的摸了摸辉宝的小脑袋。辉宝被爷爷抚摸时，这可爱模样给爷爷的心都要萌化了，没有丝毫的抵触心理，反而看上去很是享受。等爷爷走后，辉宝才开始吃自己的竹笋，而此时的瑞宝这里已经等不及了。不过瑞宝这时的姿势属实让爷爷姨姨们赞叹瑞宝的身体真柔软。江爷爷先是挑逗了一番瑞宝，将竹笋皮和竹笋一起放在瑞宝面前，看瑞宝会选择哪一个。就在姨姨们以为向来聪明的瑞宝一定会选择竹笋时，瑞宝则一口咬下了竹笋皮，这一点令江爷爷也没想到。江爷爷赶紧给竹笋放到了瑞宝嘴巴里，让瑞宝吃竹笋，不要吃竹笋皮，不然一会儿自己可能又要被挂到网上去。姐妹俩吃竹笋时，江爷爷又拿上了自己清理青团的工具，开始在园区寻找青团。这以后姐妹俩长大了，室内园区的青团会不会直接翻3倍？如果爷爷们不及时清理，那姨姨们以后看到的画面将会是青团遍地。一会儿，江爷爷看姐妹俩的竹笋吃的差不多了，又给姐妹俩送来了胡萝卜，给姐妹俩喂得饱饱的后，江爷爷就可以放置属于爱宝的小零食了。因为姐妹俩只有吃饱了，才不会对妈妈的小零食动歪心思。江爷爷今天来到爱宝房间，遇到了正在模仿蜘蛛侠的辉宝和正在啃脚丫的瑞宝。这姐妹俩真是遗传了他们爸爸的搞笑基因，全身上下都是活儿。江爷爷稍微离开一会儿，再回来时，姐妹俩又抱起一个竹子啃了起来。瑞宝躺在地上四仰八叉的，这姐妹俩这吃竹子的样子真是玩出花来了。而辉宝这里则延续着福宝姐姐吃竹子的方式，用脚辅助自己扶着竹子，而且回到家后的辉宝就比较调皮了。辉宝拿起竹子转身就往姐姐脸上坐，不知辉宝是不是觉得姐姐头比较软乎，而瑞宝则表示受不了，给自己从妹妹屁股下面挣脱了出来。没一会儿，将爷爷拿来姐妹俩的盆盆奶，开始喂食姐妹俩。将爷爷刚进门，姐妹俩就来到爷爷身边，抱住了爷爷的大腿。不过现在姐妹俩吃饭倒是越来越顺利了。爷爷给率先吃完奶的瑞宝擦嘴，瑞宝在爷爷怀里撒着娇，抱着爷爷让其再陪自己玩一会儿。2只粘人熊，一熊抱着一只腿，简单的几步路让将爷爷走得气喘吁吁的。将爷爷表示自己先给奶盆放下，再回来陪姐妹俩玩。瑞宝这才松开手，想必将爷爷自己照顾亲生女儿时都没有这么用心吧。不过姐妹俩倒是不爱凑在一起争宠，总是一前一后，一熊一半，每次都这般合理。第二天早上，爷爷来到园区陪姐妹俩营业，姐妹俩刚出门便打了起来。爷爷对瑞宝说，这样坐在独木桥上很危险，被妹妹一推你就能掉下去。瑞宝似乎听懂了爷爷的话，赶紧从独木桥上离开。不过在爷爷的调解下，姐妹俩很快又和好如初。下午姐妹俩下班回到家，爷爷来到房间继续陪姐妹俩玩耍，顺便给姐妹俩擦擦埋汰的身子。给姐妹俩擦完身子，将爷爷趁姐妹俩注意力在自己带来的竹球上，又给爱宝按摩了一下，表示爱宝今天也辛苦了。将爷爷给爱宝按摩完，和姐妹俩玩起了竹球。辉宝在房间蹦蹦跳跳的像个小兔子。就在瑞宝和爷爷玩的正开心时，辉宝消失在了镜头里。一会儿，辉宝直接贴脸和姨姨们打招呼。原来辉宝是爬到了栅栏上够爷爷的手机去了。每次将爷爷注意力在瑞宝面前停留太久，辉宝就会悄悄爬到栅栏上，然后爷爷就走过去给其抱下来，像是在摘果子一般。辉宝不仅会攀爬，身体也很是灵活。等辉宝再长大点，指定比福宝姐姐的拆家能力还要强。一会儿，爱宝吃完竹子，看到了奶爸带来的竹球，爱宝隔着栅栏去够竹球，表示自己也想玩。灰唧唧的瑞宝坐着小滑梯滑到了草地上，爱宝直呼这闺女脏的
已经没法看了。而此时刚好江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姐妹俩回去后，一会儿福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福宝走到一半，看到了小木床上的窝头，直接开心的跑了起来。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转身坐下，开始吃爷爷准备的大窝头。福宝拿起大窝头，直接咬了一大口下去，然后慢慢的咀嚼，仔细品尝着窝头的美味。福宝一边吃着窝头，一边看着窗外的姨姨们。看福宝这满足的小表情，给观看的姨姨都看饿了。紧接着第二口下去，硕大的窝头已经下去一半了。福宝抬起头咀嚼窝头时，还不忘用小手挡着自己的窝头。可能福宝是怕姨姨们给自己的窝头抢走。随着窝头越来越小，福宝也从大口换成了小口。福宝是懂得如何享受美食的，多的时候就多吃，少的时候就少吃。而掉落在身上的窝头残渣，福宝也会低头将其舔舐干净。福宝惬意的吃完窝头后，开始在园区玩耍。福宝来到滑梯旁的小树上，在小树上探索着包裹在上面的塑料壳。福宝试图抱着塑料壳爬到树上，福宝尝试了一下，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因为塑料壳子太滑了，福宝根本抓不住。福宝在小树上研究来研究去，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于是便从树上下来。而下一秒，福宝又跑了回来，这灵活且又可爱的模样，直接让姨姨们看得入了神。福宝对小树上塑料壳的好奇程度只增不减。就在福宝开心的玩耍时，一声呼喊给福宝吓走了兴致。陌生姨姨的呼喊使福宝从滑梯旁的小树上下来，来到了隔壁的小树上睡觉。虽然园区一直都在宣传安静观看，但难免还是会有姨姨情不自禁地对着福宝喊上2声。一会儿，福宝从树上睡醒。这时，江爷爷来到了园区，为福宝带来了新的竹子以及窝头和胡萝卜。而福宝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树上，看着爷爷忙碌。将竹子放置好后，江爷爷开始整理福宝刚才吃剩的旧竹子。江爷爷刚要准备离开，福宝这时也从树上下来了。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先给胡萝卜拿了过来，然后拿着胡萝卜蹲在了小亭子的边上。福宝这时要一边吃胡萝卜一边铲青团。一会儿铲完青团，福宝手里的胡萝卜还没有吃完，福宝转身坐好，继续享用剩下的胡萝卜。等依依又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正在啃咬小独木桥以及给树桩做标记。福宝这是在跟妹妹们抢地盘，给自己的小亭子标记好。福宝抱起自己的大脚丫啃了起来。宋爷爷看到福宝在啃大脚丫，给福宝制作了一个胡萝卜小花送了过来，让福宝不要啃脚丫了，啃胡萝卜吧。宋爷爷将胡萝卜小花递给福宝。福宝看到胡萝卜后，一下扭过头去，看样子是爷爷们今天投喂的胡萝卜够多了，福宝已经吃不下了。之后，宋爷爷又小心翼翼地给福宝放了一堆新竹子，而福宝为了不辜负爷爷的一片心意，将胡萝卜小花拿起来吃掉了。但看着福宝身上掉落的胡萝卜残渣，想必福宝已经是10分饱了，感觉福宝再多一口都吃不下了。福宝坐在小亭子上消食，直到最后通道门打开，福宝从小亭子上下来，回了家。昨天瑞宝和辉宝姐妹俩在园区的小泳池里玩耍了起来，现在的小泳池里面没有水，所以姐妹俩可以放心的玩耍。而此时的爱宝正在小滑梯上睡觉，放任姐妹俩自己玩。此时的小泳池像是姐妹俩的秘密基地，只要姐妹俩藏在小泳池里，便谁也发现不了自己。瑞宝在泳池里玩耍够了，来到小泳池上面。瑞宝躺在草地上，扶着身边的南天竹打着滚儿，而辉宝则继续在小泳池里探索着。一会儿，辉宝也玩耍够了，起身离开。而这时，瑞宝却又来到了小泳池里，但看到妹妹不玩了，自己又不想玩了。姐妹俩的这有趣的小心思，和人类小孩一模一样的。而此时的爱宝似乎是被这姐妹俩吵醒了，但爱宝表示，就算自己醒了，也要假装没睡醒。这俩孩子爱宝是一点也不想带。一会儿5分钟时间到了，姨姨跟着队伍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的福宝正在通道门口徘徊，应该是福宝的生物钟提醒福宝该回室内园区了。福宝围着通道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不过这次通道门真的打开了，福宝便回了室内园区。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小亭子上睡大觉，每次看乐宝时，乐宝都是在享受生活。随着福宝的离开，姨姨又重新去排队了，而今天福宝的体重又从200斤上掉了下来。福宝是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体重的，也有姨说是福宝今天只是多拉了1斤青团，一会儿出门再吃1斤就胖回来了。福宝表示自己才不要做200斤的大胖子，自己要做跟风一起晃动的纤瘦小公主。而在今天瑞宝辉宝下班时，江爷爷来到园区接瑞宝辉宝姐妹俩回家，现在温柔的动作已经控制不住辉宝了，江爷爷抓着辉宝的后脖梗提了起来，先给辉宝放到了小木床下面。
让辉宝在小木床下面等一会儿自己。辉宝再也不是刚出门时的社恐熊了。爷爷给辉宝放到小亭子下面后，开始在小木床上打扫小木床上的竹子，而辉宝则在不断的想要再次爬上去。